农历7月15，鬼门大开。那晚的月亮像被黑雾吞噬，只剩一圈惨白的光晕。我叫黑竹，是个大医生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大学时期，至今每逢鬼月都让我心惊胆战。晚上12点，我们6个人约在学校附近的便利商店集合。除了我，还有阿豪、小婷、小美、志伟和阿成。大家都带着手电筒及蜡烛、零食，还有一股年轻人特有的无味。阿豪提议今晚去老墓地玩试胆大会，谁先下到就请唱 KTV。老墓地在学校后山，日治时期留下来的，墓碑斑驳，杂草丛生，传说这里埋了不少无名尸，还曾有人在那发生过意外。平常白天都没人敢靠近，更别说晚上。可我们年轻气盛，觉得这些都市传说不过是吓小孩的玩意儿。我们一路说笑着走进墓地，手电筒的光扫过墓碑，影子拉得又长又细，像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窥视。空气里有股湿冷的霉味，脚下踩着枯叶发出细碎的声响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狗吠声。走到墓地深处，阿成突然停下脚步，低声说：“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的空气好像比外面冷很多？”我笑着回他：“你怕了哦，但心里也有点发毛。”我的手心开始冒汗，指尖微微颤抖。我们到里头深处的凉亭坐了下来，点起了蜡烛，围成一圈。阿豪拿出扑克牌来，谁抽到最大就先讲鬼故事。扑克牌洗牌的声音在夜里特别清晰。最后轮到我先讲，我故意压低声音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有一种鬼专门找那些在鬼月乱叫名字的人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阿豪突然大叫：“黑竹，你后面有东西！”我吓得差点跳起来，回头却只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大家笑成一团，气氛稍微轻松了点。但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念经，声音忽远忽近，像风一样飘过来。我们都愣住了，互相看了一眼。志伟壮着胆子说：“应该是附近有人在拜拜吧。”可那声音越来越近，像是从墓碑后面传来。小美突然打了个冷战：“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烧纸钱的味道？”我仔细一闻，果然有股淡淡的焦味，混着泥土和腐叶的气息。小婷低声说：“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乱叫名字比较好。”她又补了一句：“我外婆以前说，鬼月千万别让红线缠上。以前村子里有个大学生，试胆大会后手腕缠了红线，没几天就失踪了，连影子都找不到。”这句话让我心里一紧。红线，我脑中浮现小时候听过的传说。红线本是牵姻缘，但在鬼月却成了阴间的索命绳，这是让我当下产生了疑惑。这时，阿成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来电。他接起来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说电话那头只有一个沙哑的声音，不断重复我们每个人的名字。阿成把手机放在我们中间，大家都听见那诡异的声音：“黑竹、阿豪、小田。”一个接一个，像是在点名。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，呼吸变得急促，手心的汗水几乎要滴下来。阿豪想开玩笑缓和气氛，却突然大声喊出我的名字：“陈黑竹。”这时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，四周的虫鸣声全都消失，只剩下我们急促的呼吸声。突然一阵冷风吹过，蜡烛的光开始闪烁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声变得迟钝，甚至有一瞬间仿佛听不到自己的心跳。蜡烛的光晕在地上拉出诡异的影子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我的手开始颤抖，牙齿不自觉地打颤。阿成拿起了身边的手电筒，他慌张地拍打着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就在这时，我们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以一种缓慢又诡异的速度踩在枯叶上，声音清晰得可怕。我转头，这次什么都没看到，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像有什么东西正贴着我的脖子呼吸。小婷突然尖叫：“你们看那边！”我们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
只见一个模糊的黑影站在远处的墓碑旁动也不动，那黑影像是被月光拉长的影子，却又完全不合逻辑的逆着光站立。我们吓得拔腿就跑，却发现怎么跑都跑不出墓地，四周的墓碑像是无限延伸，怎么走都还是在原地。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所谓的鬼挡墙，但那种压迫感让我喘不过气，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。突然温度骤降，呼吸变得困难，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。阿豪突然跌倒，膝盖流血，他喊着快拉我一把。我伸手去拉他，却感觉到他的手冰冷得不像活人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脸突然变得扭曲，嘴角裂到耳根，眼睛全是黑的。他用那种诡异的声音说：黑竹，你也来陪我吧。我吓得把手抽回来，跌坐在地上，全身发抖，额头上流下了讨厌的汗水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，发不出声音。其他人也都吓坏了，没有人敢靠近阿豪。这时四周的黑影越来越多，一个个从墓碑后面冒出来，脸上都没有五官，只剩下一张嘴，不断重复我们的名字。我拼命闭上眼睛，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幻觉。可当我再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一个人坐在墓地中央，其他人全都不见了。手机没讯号，手电筒也坏了，四周一片死寂。我开始大声呼喊朋友的名字，但每喊一次，四周的黑影就靠近一点。最后我只能咬牙不再出声，强忍着恐惧慢慢往墓地出口走去。每当我踩在满地的枯枝上，脚下传来阵阵脆响，仿佛就像踩碎了白骨。那诡异的声音让人不禁汗毛直竖，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寒意。我强忍着恐惧，拼命挣脱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，终于在迷雾中看见墓地的铁门。就在我快要冲出去的时候，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黑竹，等等我。我回头一看，是小婷，她脸色苍白，眼神呆滞。我本能地想拉她一把，却发现她的手腕上缠着一条红线，另一端消失在黑暗中。她低声说：你不能走，大家都还在里面。我吓得拔腿就跑，冲出墓地，回头一看，墓地里什么都没有，连刚才的黑影也消失了。我跌坐在墓地的铁门外，大口喘气，手还在发抖。此时手机突然恢复了讯号，就在我愣神中，手机荧幕又闪了一下，这次显示出一行陌生的讯息：你已经被选中了。我的心脏猛地一紧，四周的黑暗似乎更加逼近，枯枝红线、低语声，全部在这一刻交织成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。我终于明白，无论逃到哪里，有些东西早已在黑暗中等着我。那晚之后，我们几个人都变得怪怪的。阿豪开始梦游，半夜会跑到学校后山。小婷常常自言自语，说有人在叫她。小美则失踪了，警察找了很久都没消息。然而志伟和阿成休学回了乡下，只有我每到鬼月就会梦见那晚的情景。梦里总有人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的名字。有人说，鬼月的禁忌不是迷信，而是前人留下来的警告。那晚之后，我再也不敢在鬼月乱叫别人的名字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真的会被叫出来。